期视频，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61.5，收盘价是274.4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4.75，最低价是在261.12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超过了前一日的最高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646亿股，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基本持平，量平。KD 值快线上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继续上行的走势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2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了回后上涨的位置，并且在上涨的行进中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超过了前高，前高我们指的是6月1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也就是说，它瓦解了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同时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那这样一来，它就完成了一个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走势，那将预示着后续股价会继续上行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信息，就是连续3个交易日的 K 线啊，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组合的话，这叫一星二阳，也就中间是一个小绿 K， 两边是实体长绿 K 线。那这样的 K 线组合呢，叫做一星二阳。一星二阳是股价上涨的 K 线组合。那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啊，股价会继续上涨，这是一个上涨的动能。那么或者说是在日后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。那这样一个上涨的动能的 K 线组合呢，只有跌破了这个一星二阳的最低，也就是6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47这个位置。那日后股价只有跌破了这个位置，才会瓦解这个上涨的动能的 K 线组合。好，那么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呢，股价后续会继续上涨，并且是有很大的力量的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69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方向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那收盘价会在251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对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给出的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59附近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。实际在6月20日收盘价是在274.45，出现了上涨。那我们预测的上涨和实际的上涨收盘价在点位上相差是非常大的，但是它的走势和性质是完全相同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上涨，不但是站上了前高
261.57这个位置，是对这个前高，我们指的是刚刚已经说过了，是6月14日这个前高，站上这个前高啊，就瓦解了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同时它的收盘价又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那也就是完成了回后上涨。所以我们预测的上涨在269和目前的收盘价的这样的一个上涨，它们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。那我们刚刚从K 线信息解读，那这样的一个上涨也形成了一个一星二阳的上涨的这么一个 K 线组合架构，那后续股价会继续上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前一期视频预测的回顾。那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。我们在前一期视频，由于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，我们在前一期视频也做了周 K 线的一个说明。那我们由于这个在过来的一个交易日，股价出现了大涨，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周 K 线图。在周 K 线图，我们会看到有2颗绿颜色的线，这是我们前一期视频定义的股价上涨的目标和回档的目标。红颜色的线是我们给出的观察线，就是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回档线呢，那么会出现深度的回档，在周 K 线图当中，那这个位置和5均值重合，它将是强支撑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回顾周 K 线图呢？就是我们要调整这个观察线的位置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把周 K 线图的这个观察线的位置啊，我们要提升到255。255是前一周 K 线实体部分的50%的成本线这个位置。那股价我们会看到，在第一个交易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大涨，那么上方很有可能会到达284，但是如果出现回档呢，我们不认为它能够跌破前一周 K 线的最低，是在244.59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把这个观察线上移，那么这个位置将成为目前股价如果出现回档的强支撑。对，所以我们回到周 K 线图来讲，我们来继续讲，就是要调整这个观察线255。当然上方我们要看看是否能够突破我们说的这个目标的价位284这个位置，这是我们预计本周收盘价的位置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回到日 K 线图。那回到日 K 线图，我们来继续来看，对于6月2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的目标，那我们首先来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。由于第一个目标就是261.57这个位置已经被占上，我们先把它删除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，目前股价如果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89， 289是2022年9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它成为了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二个目标上方就是314。那我们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，目前股价在突破，我们在之前说过，在突破2023年2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17.65之后，那么应该是6月6日的这根 K 线的最高是站上了它，那也就预示着股价如果继续上行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测试314的。
好，那现在股价越来越接近，那上方的两个目标289和314，这是两个目标。那么我们刚刚又从 K 线的组合来看，这是一个一星二阳上涨的一个K 线组合的架构。那么我们看到股价现在越来越接近这个1号趋势线。我们说股价上行的这两个目标啊，289是一个压力位并不是它的真正的目标。那么继续上行真正的目标就是测试314。那么股价在到达314之前呢，它有一个压力位，就是这个1号趋势线。1号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两个高点，我们自己定义的头低的下行趋势。所以目前股价继续上行，突破1号趋势线，这个位置将是重要的标志，因为突破1号趋势线就瓦解了这个头低的趋势，那么就我们说上方就不再会有趋势线，除非会有新的高点出现，比如说在突破314之后再出现高点，那么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最高和刚刚出现的高点连接起来，才会出现斜率更大的或者斜率更小的一个趋势线。对，所以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日后的我们认为的强压力是1号趋势线和接下来交易日 K 线的焦点。那么到本周周五，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周五6月30号和1号趋势线的焦点是在295附近。那我们来观察这个一星二阳的上涨的 K 线组合架构，这样的一个动能是否能够推动股价在本周能够到达294。实际上呢，到达294之后呢，还有一个重要位置就是300关口。那300关口呢，也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志。好，那本周如果我们看如果继续上涨，我们关注294这个位置。好的，看看它能否突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回档或者下行。如果股价出现回档，那它的第一个目标将是6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47不变。对，因为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是出现了变盘的向下变盘的信号 K 线之后，股价出现了回档，然后出现回档，这是叫回后再上涨，所以这是回后上涨起涨的一个 K 线的最低，所以这个目标不变。突破它，也就是股价回档跌破它，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叫做短期的多头趋势。对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的目标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23，这也是回后上涨起涨的 K 线的最低。第三个目标呢，我们把它去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20日均线值啊，在6月21日，能够到达228这个位置，所以呢，通常来说，20日均线值之下的目标呢，我们先不讨论，我们下行只给出这两个目标，因为上方有足够的叫做支撑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我们说247这个位置啊是强支撑，但是在到达这个强支撑之前会有5日均线值，还有10日均线值。
同时还有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，所以我们说，下方的支撑是非常强的。如果股价出现回档的话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的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，在6月21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是266，我们对，这样我们可以看全上方和下方的目标。那么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到266，我们要观察这个位置。266是当日6月21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对，那关注它的目的就是，一旦股价出现回档，我们看看是否股价会回踩到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股价在盘中只要在266上方运行呢，那么日后股价一定会继续上行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。但是，一旦股价在盘中是在266之下运行呢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日反转的这样一个回档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盘中的观察位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5个仓位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好，那5个仓位，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仓位。第一个仓位目前我们是有45%的仓位。那么这5个仓位呢，我们最后的一个加仓的位置，这5个仓位，我们最后一次的加仓的位置是在6月16日的收盘这个位置，是在260.54这个位置给出的最后的进场，给出的最后的加仓和进场的建议。那么可操作性会在6月20日盘前，应该是在261.5附近最后一次加仓。那么第一个仓位如果经过了这样的加仓，已经到达了45%的资金量，仓位的资金量。对，那么它的成本是224.5这个位置，是在下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到了6月20日，如果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，是守257，在6月20日股价没有出现回档，而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，那么这样的一个仓位是继续会持有的。那对于这样的仓位，到了6月20日，我们继续给出加仓的建议。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247.45，应该是加仓5%。那我们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，盘后的价格现在是277.625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加仓的可操作性应该是到了6月21日的盘前。那么我们以278为例，在这个地方5%加仓，那这样的一个仓位目前已经达到了50%的账户的资金量。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，目前如果我们的持股的仓位达到了
账户的50%，这也就是我们加到了全仓。因为通常另外50%是是作为备份的。那加到了全仓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的目标，随着股价的上涨，我们继续加仓。那接下来的目标，我们是要加到满仓。满仓是指100%的账户的资金量全部投入。那我们后续的目标就是看看这一波涨幅啊，我们就是说采用这种技术上的操作规律呢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到达100%的仓位，对，加到满仓。其实加到50%这样的一个全仓呢，那么已经是有很大的获利了，对，所以接下来的目标我们是要加到满仓。好，那对于这50%的仓位，目前我们测算它的成本已经提升，我们指的是在278已经加仓完之后，到6月21日，我们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55附近。有一个小错误，不是255，是，对不起，是229附近。也就是在278这个位置加仓完之后呢，我们这个50%的全仓现在是在229或者230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成本。那对于这样的仓位，到了6月21日，我们停利的位置是守当日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我们守263。也就是股价如果收盘价跌破了263呢，我们可以选择停利出场。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。好，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在228，我们守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或者在之后交易日啊，只要我们不想停利出场，我们继续想持有这样的一个仓位呢，那我们就是守20日均线值和当日 K 线的交点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仓位。那第二个仓位，如果我们当然就是后面仓位在278这个地方，都是要加仓5%的。第二个仓位原来是20%，然后如果加仓完之后达到了25%，那它的成本位是在253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仓位，停利依然是263 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但是这个仓位的止损我们会把它设定在247，守这根回后再上涨 K 线的最低。对，好，那第三个仓位呢，是加完仓之后是达到了20%，成本位是在261.8这个位置。那对于这个仓位，我们给出的，我们也给出停利的位置，叫做263。实际上这个仓位呢，我们还没有更大的盈利的空间，或者我们继续守，我们叫止损是247，对的。那接下来第四个仓位是到了加完仓之后是到了15%，成本价是在266这个位置。那么对于这个仓位没有获利，虽然现在的收盘价在这个位置已经有获利，但是一旦出现了一日反转呢，收盘价如果跌破了5日均线值呢，这个仓位同样是亏损的状态。
所以这样的仓位我们给出依然是止损，我们守247这个位置。好，第3个仓位就是最后在6月16日刚刚建仓，收盘价建仓，然后呢，在6月20日收盘价278，又加仓5%，一共是10%的仓位，它的成本是在269.5附近。然后这个仓位我们止损位一样是守247。好，这是之前我们说的5个仓位的停利和止损的位置。那对于6月20日收盘价在274.45这个位置，初次进场呢，我们给出就是5%进场。那可操作性是在6月21日盘前是在278附近，5%建仓做多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建仓的5%仓位，它的止损我们要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在261附近。好，那目前我们的多头的仓位已经达到了6个仓位，最高的是我们已经加到了全仓50%，最低的是在这个地方刚刚有初次建仓的位置。我们讲在这个位置，就是股价在这样一个上涨的走势中啊，只要收盘价超过前高，或者超过一个标志性的前高，例如超过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的最高，那么成交量不是大幅的量缩，那么应该叫坚定加仓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对于空头，如果在6月21日出现了低开盘，会马上有空头的进场。那在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目标位就是这个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261和下方的247。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上方的，叫做280附近，是在这个地方是它的回补位。好，那一旦在6月21日开盘，股价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那股价如果上涨到，我们认为，在280附近，那在这个位置会有空头的进场，那他们的目标同样是这根绿 K 的最低261，当然还有下方的247，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上方的289，也就是上方289这个压力位，甚至我们说从289到上方1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296，这个区域将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所以股价在到达289的时候呢，会遇到很强的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在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请各位网友如果方便，请能够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那对于6月21日开盘之后，上方的压力位就是前高275，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84， 284呢是我们找到是2022年9月2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83.65，那我们取整数284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89，是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
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63到266之间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在261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54到252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当然，下方的支撑还有这个274这样的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已经到达了228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6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今天的视讯呢，我们要给出3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。那如果股价继续上涨，它将是叫做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。我们会看到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和收盘价是非常接近的，所以一旦高开盘呢，它很可能就是跳空的高开盘。对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2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82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80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2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，股价会出现平盘。平盘就是和前一日的收盘价相接近，是收在275。那如果出现平盘呢，它也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也是会回踩到272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79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75附近，也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平盘呢，就是和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相接近。那它的条件就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79的。满足了这样的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平盘。出现这样的平盘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如果继续上涨，很可能会遇到压力，而收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一个小红 K 或者小绿 K 线。对，那当然一定也是一个变盘或者叫止涨的信号 K 线。对的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可能。第三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是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276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64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69附近。出现回档的条件就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76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回档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中红 K 线。对，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